半个小时后把各集团价格交上来，价高者得。怎么会这样？叶璇，你在外面等我，我先进去开会。好。都半个小时了，静静怎么还不出来？天下集团的怎么10分钟就出来了？叶璇，我下去交竞标单了。哦，好。奇怪，静静的表情这么难看，这竞标该不会有什么内幕吧？这还真是怪事啊！明明早就已经确定好的竞标，怎么突然就变了？是不是有人在其中搞鬼？我说罗四方，你不要在这里瞎折腾了啊！该是你的始终是你的，不是你的，你就算强求也是没用的呀。你看，徐总刚逃过杀手追杀，福大命大过来参加竞标，不是一样竹篮打水一场空吗？这话说的，好像就你能重视的。好了，不要多费口舌，我们等结果吧。是，徐总。现在我宣布，中标的是天下集团，其他的集团可以离开了。你看看，我是不是能掐会算呢，徐总？能掐会算，您可真是只半仙呀！去哪儿？看样子这次竞标失败，对静静打击不小啊。露出这种表情，我还真没见过。开车吧，回家。好。等等，今天竞标主持人说是林副市长，姓林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想必和林家有关系。哼哼，好一个林家，真的是相当的不错呀。紫薇，我们回来了。静姐姐夫，我听说你们今天遇到杀手的事了，还好没事，不然我真的不想活了。微微，怎么了？我们这不是好好的吗？有什么事跟我说说。我原本以为凌云成了植物人，我就自由了，谁知道林家居然要让我嫁给凌云的弟弟。什么？怎么这么离谱？我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是怎么想的，我好像是个物件，他们想给谁就给谁。我现在就告诉爷爷，无论如何我都是不会答应的。但是你爷爷和林家的老太爷关系那么好，他会同意吗？要不是有这层关系，他们林家想要和我们家攀上关系，真的是比登天都还要难。你先找个人嫁了不就得了？或者说你心有所属了，这样不就行了吗？姐夫，如果真的可以这样的话，我早就做了。大家族想要婚姻自由，那是要付出惨重的代价的。说不定哪天我就突然消失了。我现在真希望林家全家暴毙。其实林家如果继续一意孤行，还不知道进退，自然会有力量让他们懂得社会的残酷。你的意思是林家会被人灭了？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糟了，差点说漏嘴。哦，对了，有件事忘记跟你说了。叶璇，今天特卫一组的人损失惨重，缺少人手，我想把你调上去。我还是待在16楼好了，我在那里挺好的。我看你是想在16楼看美女吧？嘿嘿，你不是一直都想让我找个美女结婚吗？你算了，不跟你这个满脑子黄色废料的流氓说话。静静，我就是喜欢你吃醋的样子，真漂亮。滚啊！姐夫，你没睡吧？哦，没睡，怎么了？我想出去散散心。静姐说她不想出去，我一个人出门有点怕怕的。姐夫，你陪我一起去吧。啊，
静静一个人在家，我不放心，还是改天吧。就一会儿，去嘛去嘛，求你了，姐夫。停！你别把我当静静抱来抱去的，我去还不行吗？不过还是把静静叫上一起去，正好也让她散散心。别，我刚问过他，他说这几天因为竞标的事情不开心，让我们俩去就行了。哦，是这样啊，那好吧。你等我把别墅周围和监控都检查一下，我们车库碰头。好的，姐夫。我们现在去哪儿？西城吧，我听说在那边有个地下赛车场，咱们去看看呗。地下赛车场，听上去可不怎么安全呢。哎呀，听说人很多的，我们就过去看看嘛。再说我姐夫这么厉害，我才不怕呢。你这小丫头，听起来又要给我找事儿了。哎呀，哪有啊，保证没有。哇，好多人啊，真壮观，果然没白来。微微，跟紧我，别走丢了。丢了还有手机可以打电话吗？姐夫，咱们要不要下注啊？随你，反正来都来了。姐夫，你说咱们下哪一辆啊？赛车这个真不好说，就我的经验，技术是一方面，运气是另一方面。运气不好的话，在比赛中直接命丧当场。哇，我平时运气一直很好，上次手游10连抽6个 SSR， 朋友都说我是欧皇哎。要不咱们也去参加比赛好不好？我们还是别参加了，到时候说我们欺负人。哼，说的好像你是职业车手一样。不能告诉这个小妮子我真实，不然她肯定更疯了。哟，美女，要不要上我的车呀？我的车新改装的真皮座椅，坐着那叫一舒服，对膝盖特别友好。哦，是吗？你哪位？嗨，在下外号西城车神。怎样，要不要车神哥带你体验一下一路狂飙的刺激？我看你旁边这位小哥车技不太行啊，估计很难让你满意。我哥车技好不好你怎么知道啊？是之前他没让你满意，还是没让嫂夫人满意啊？我看你油嘴滑舌，还是早点回家卖豆腐，自己做豆腐，想吃多少吃多少。妈的臭女人，给脸不要，也不打听打听我费四是什么人。放开你的脏手，叶大哥。小辣椒啊！费斯啊，人家姑娘不喜欢你，我看你这下是违了呀。哼，老子今天要是不把他弄上车，老子就在赛场上裸奔。叶大哥，他欺负人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微微，你这就不懂了。一条狗在旁边汪汪叫，咱们难道要和它一起叫吗？叶璇哥，你说的太对了，刚才说我不好，我干嘛跟听不懂人话的家伙计较呢？哼，好男不跟女斗，小子，如果你是男人的话，就跟我来一场比赛，敢吗？无缘无故的，我凭什么要和你比？输赢都没什么好处吧？嫌不够刺激是吧？嫌不够刺激是吧？这样，如果你赢了，我的法拉利你直接开回去；如果我赢了，你旁边这位姑娘上我的车跟我走，怎么样？一辆法拉利就想带我家的紫薇走，你想的太多了吧？如果我输了，就脱光衣服绕着场地跑一圈，怎么样？哼，好啊，我就要看你输了怎么丢人现眼。紫薇，糟糕，一时逞强说错话了。美女，这可是你亲口答应的，我这就去安排下一场比赛。叶璇哥，怎么办啊？咱们能赢过他吗？站住！你听着，如果你敢违约，今晚我可不会让你完完整整的回去。那是当然，绝不违约。这家伙是什么来头？好恐怖的气场！喂，怎么回事啊？
哎，黑四，不是说好了我们两个比赛的吗？怎么又冒出来一个车手啊？各论各的，另一名车手不用管，我们俩的输赢只论我们俩。嘿嘿，这还差不多啊。现在公布这场比赛的选手赔率。我的赔率居然是1赔4，有点意思。可以下注自己吗？当然可以。小子，你这是知道自己要输，所以准备买我赢，也算是输了之后也有点补偿是吗？我买1万块，叶轩赢。你就好好等着，准备脱光衣服自取其辱吧。叶轩哥，你真的有把握能赢吗？紫薇，咱们认识蛮久了，说实话 ，GP2冠军都只能和我打个平手，和这些个只会泡妞吹牛的家伙比赛，难道你还怕我会输吗？500万买叶轩赢，本小姐今晚梭哈。好。这是哪家的大小姐，出手这么大方？走吧，比赛要开始了，你坐副驾。各选手就位，预备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哎，叶轩的车居然停在原地。叶轩哥，你倒是快开车呀！前面车都跑没影了。不要着急，先让他们爽一会儿，这样最后他们才能输得心服口服。做好了吗，紫薇？做好。我去，好快啊！费四输了。啊？什么？这家伙怎么这么快就追上来了？嘿嘿，让你嘚瑟一会儿。这赛道你8成是第一次开，肯定不知道前面是个大弯，开得越快，死得越惨。不好，叶轩哥，前面是急弯。什么带下货？这家伙居然！怎么办？这人在撞我们的车。紫薇，坐稳了。天哪，这么高摔下去，应该是没什么希望了。如果刚才摔下去的是我们，太可怕了。幸好叶轩他这么厉害。这个奔驰很厉害啊。二哥，我都不是这人的对手，更何况是费四。这奔驰车的操作，估计随便吊打今天所有的车手。我刚才一直在观察这个家伙，总感觉他这个淡定又从容的样子有点眼熟，好像在哪里见过他。哇塞，叶轩牛啊！太厉害了，叶轩！完了，没想到彻底输了，还输这么彻底，这下什么借口都没了。现在加速开过去，应该可以把他撞死。妈呀，这什么眼神？不行，费斯不能冲动，这小子邪门的很。况且，做男人要说话算话。哇塞，叶轩哥，你刚才简直是帅掉渣了！我输了，车归你了。除了车子以外，比赛前你好像还答应了别的什么吧？费四，你赶紧脱了跑吧！快脱，我们都在等着看呢。脱就脱，都给老子看好了！哼！叶轩哥，这家伙叫费四是吗？我看不如改名叫不要 face 吧。紫薇，谐音梗可是要扣钱的。走，紫薇，咱们去拿钱。哦，对。这是10万现金，剩下的钱按照您的要求，已经汇入您的卡里了。好的，谢谢了。叶先生，请留步，我们二爷想和您认识一下。不好意思，我没兴趣。叶先生，您怕是不知道我们二爷是谁吧？怎么，我不知道还不能走了？田鸡，不要无礼。
叶先生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刚才是我唐突了，多有得罪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任天星，道上的都叫我二爷。我只是想要认识一下您这个飙车高手。我是任天凡。对了，叶先生，我看您很是面熟啊，在法国您是不是参加过比赛？法国？没去过，你认错人了。他怎么知道我在法国参加过比赛？难道真的见过我？好，那可能是我认错人了。既然今天认识了，改天有空咱们一起喝个茶吧。行吧，改天再说。老五，他说没去过法国，你确定没认错吗？不会错的，那次印象太深刻了。当时他被3名顶尖车手围堵在中间，最后照样赢了比赛。姐夫，你真没有去过法国吗？刚才那个人打量你的样子简直了，两眼冒光。没去过呀，他看我，可能是因为我比较帅吧。你又来了，转换话题。那你赛车技术是从哪儿学来的？我当然没有出过国，我一直都待在部队里面，哪有机会出国？赛车技术嘛，部队里也可以学呀，而且偶尔也和国外有友谊赛什么的。真的？当然真的了。好小子，昨天的事情老子听说了啊，你真给我们3组长脸。哎，叶璇，昨天的事儿曾金全都告诉我了，你小子可以啊，深藏不露啊。嗨，哪有那么厉害，纯属运气好呗。哼，好家伙，干嘛这么谦虚啊？哎，对了，我这有个好消息，正好要告诉你呢。是不是要把我调到30楼去执勤啊？哼，不是吧？这你也能知道？我觉得16楼挺好的，我就不去了。不过我推荐铁柱上去，他能力强。啊，你不上去啊？上面又不好玩，又没有美女看，我觉得16楼挺好的。哎，你这家伙，你想想，你如果调到30楼去执勤，那可是在总裁眼皮子底下，有事没事都能混个脸熟。要是天天和总裁擦肩而过，指不定哪天还能擦出点火花来，那这辈子都不用再努力了。火花？他那个冷冰冰的样子，谁能擦出来火花？嘘，刘铁柱我会推荐上去的。哎，对了，你现在啊要上去一趟，刚才李秘书打电话给我通知你上去呢。我先去通知刘铁柱了，你赶紧去30楼啊。好好，我一会儿就去。等会儿再上去，我先躺会儿。叶轩，不是让你去30楼报道的吗？你怎么还在这里？我不想去，你告诉徐总裁，我就留在16楼。我的搭档刘铁柱很有能力，可以胜任那个岗位的。我说叶轩，你要知道你可是总裁亲自点名要的人，不知道有多少人争着去30楼呢。我真不知道你还推辞什么。我还是不去了，免得天天都看见总裁那张冷冰冰的脸。如果是你的话，我马上就答应了。我会经常去30楼，你也可以经常看到我的。你如果不上去的话，我们见面的机会也少了呀。我操，我就是想揶揄他一下，让他翻脸骂我2句，他怎么还当真了？好吧，看在你的面上，我就答应上去执勤好了。不过我要求和刘铁柱一起。没问题，我一会儿和徐总汇报，你先上去吧，徐总找你有事。静静，昨天晚上我不是说了我不想上来的吗？你怎么这么着急找我上来？有什么重要的事吗？我说叶轩，是不是你给我爸打电话，让你上来执勤的？我是那种会背后跟岳父打小报告的人吗？你是。那就算我是这样的人，那我申请不上来执行好了，岳父那边我去解释好了。你以为公司是菜市场吗？你想退就退，好好在30楼执勤吧你。对了，昨天上午的事你
你抽空去区里的警察局做一下笔录。知道了。哟，这不是肖警官吗？忙吗？等下有空给我做个笔录吗？上次那件事给我整怕了，我现在只信任你，辛苦你了，下班我请客。没问题，不过吃饭就免了。哎，对了，你应该还记得打伤你的那几名劫匪吧？怎么？这几个人在拘留期间打伤了警员，破坏了监控，跑了。现在这几个人是追不到了吗？他们出了警局，上了一辆接应的套牌车，然后开进了监控盲区。我们正在跟进，但是作为警员，我不能向你透露更多了。但是作为朋友，我希望你注意安全，毕竟最近很多事情明显都是围绕你发生的。你放心，这些杂鱼如果胆敢出现，我一定把他们再收拾一遍。对了，那个被你用匕首刺中的家伙也在医院跑了。没事儿，跑就跑了，先去做笔录吧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他们抓回来的。什么？跑了？他们这么多人是摆设吗？对，怎么样？你这边查到什么没有？正好想跟你说呢，昨晚有几个家伙想对我动手，我忙了好久。什么？对你下手？没错，我正准备跟这几个家伙聊聊呢。行，那你先忙，等你有空再给我打电话吧。这些家伙居然能找到暗影的住所，看来对方已经摸了我的底。静姐，姐夫回来了。哼，啊，姐夫，你又惹静姐生气了。冤枉啊，我哪有？紫薇，你过来。你老实告诉我，叶轩的车哪来的？哦，你说的是那辆法拉利啊，是昨天赢。喂，可别说漏嘴啊！昨天开着你的车子出去，有人说姐夫的坏话，所以就想着有一辆姐夫自己的车。我看他挺喜欢法拉利的，正好带了银行卡。你放心，是二手的。nice 呀，微微，这小理由一套一套的。我紫薇，真是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。你跟着叶轩，现在连撒谎都不眨眼了。其实是我主动让紫薇替我付钱的，我的。叶轩，男人想要什么，得靠自己的本事赚到手。这样的行为传出去，只会让别人看扁你。哎呀，好了嘛，静姐，咱们先吃饭吧，我肚子都饿扁了。我勒个大去，谁这个点给我打电话？是暗影打过来的，难道是查出来对方什么底细了吗？喂，干嘛？啊，老大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啊，没事儿，我刚到家，准备陪你嫂子吃饭呢，没空。老大，你是不是被嫂子骂了？啊，这么急？行，我跟你嫂子说一声，她比较通情达理。静静，你看，我朋友约我出去帮他搬家，刚被房东提着灯赶出来。哼，你去哪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干嘛跟我说？那怎么行？你是我未婚妻，当然要和你交代清楚，不然你又以为我是出去鬼混。切，哼，我可没承认你是我的未婚夫。快去帮你的好基友搬家吧，再晚一点，怕是你的车子都要替他抵给房东了。好的，我善解人意、通情达理、美丽动人的未婚妻，我早去早回。哼。老大，你来了。怎么样？查出是谁派他们来的没有？黑龙让他们来的。我看这家伙是不知死活，要不今晚干脆让他熄灯算了。这群人看起来是被训练了很久，不像是普通混混。黑龙这家伙，难道背地里有什么野心？这些杂鱼被训练的再久，也不过是咸鱼而已。只要老大你一句话，别说杂鱼，黑龙也得被抽筋扒皮。这个节骨眼上，还是不要惹是生非。
对了，上次那名杀手，你查到什么没有？这家伙销声匿迹了，怕不是被人给暗中灭了口。知道了，你自己看着办。还有，别拿自己安全开玩笑，再出什么意外，我可不饶你。好，好，好，老大，我这边绝不轻举妄动。走吧，走吧，我们喝酒去，我请客。笑什么？没想到是我们吧？有没有后悔当初没对我们下狠手啊？蠢货，既然你们逃出来了，就应该直接走人，逃得越远越好。这会子回来简直不自量力，后悔的怕是你们才对。想去监狱待着，就快点一起上吧。兄弟们，干他！看哪儿呢？操，好快啊！小儿科，你们俩愣着干嘛？躺着吧，搞定。喂，你好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好的，我马上派人过去。老实点，上车。叶轩，又见面了。哟，肖警官，晚上好啊。抱歉，这么晚还让你出来加班。加班无所谓了，你还好吧？有没有受伤？4个跳梁小丑还伤不到我。不过看你肯定是急匆匆出来的，我还真不好意思。第一次看到你穿常服的样子，我觉得你不穿警服的样子更漂亮。是吗？好了，这么晚了，我先回去了，你也注意安全。等等，谢谢你的夸奖，叶轩。这么晚了，静静和紫薇肯定睡了，我得小声点。姐夫。静静、紫薇，你们俩怎么还没睡啊？紫薇，走，我们上楼睡觉。好。紫薇，静静怎么了？又一副臭脸。嘘，静姐不睡觉是在等你啊。等我？等我什么？难道怕我被坏人绑架吗？这小妮子转性了？哎，不管了，去睡觉先。小轩，你到我的办公室来一趟。昨天那个之前砍你的黑龙死了。死就死了，他那种外面仇家都要排队取号的人渣，不出事才怪。哎，我说许叔叔，你不会是在怀疑我吧？许叔叔可什么都没说。如果警察找到你，你可得想好怎么对付。不在场证明有没有？放心，昨天晚上我跟肖英、肖警官在一起，这不在场证明够了吧？那就好。我担心的是，万一肖警官给你做了证明以后，被林家的势力搞鬼针对，我们的处境现在十分尴尬。而且杨家和林家的交情匪浅，别看紫薇和静静是好姐妹，如果我们和林家动手，杨家绝不会坐视不管。两家一旦撕破脸，紫薇也不过是杨家拿来牺牲的棋子。许叔叔，你放心，静静和紫薇我一定好好保护，绝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他们。小轩，我知道年轻人做事是有冲劲的，咱们不能主动出击，但也不能被动挨打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懂了，谢谢许叔叔提点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江哥，你怎么到总裁办公室了？嗨，许总看我把他女儿保护得这么周全，说要感谢我，想招赘让我做他女婿呢。哎，小声点啊，总裁还在办公室里呢，这话是被听见，咱们工作可就没了。我这保安工作做得这么好，开2句玩笑不至于被辞退的。哎，轩哥，你的过硬本事可不是人人都有的。我呢，就只能听话，完成分内工作拿工资的呀。哎，对了，我听一个帽子同学说，那天有个杀手跑了，你千万要注意安全啊。谢谢提醒，果然我没看错人，够哥们儿。
自己看看你这次办的什么事。那一位要不是看在之前你一直忠心耿耿的份上，才不会疏通内外关系给你擦屁股。上面给你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，只准成功不准失败。事成之后，安排你去国外避避风头。哼，别跟老子废话，就算你们不给钱，老子也要完成任务。老子的名声可比钱重要。哼，许静你个小娘们儿，给老子乖乖等死吧！哎，我说铁柱，坐着休息会儿啊，老站着不累吗？叶轩哥，我不累。徐总，叶轩，现在是上班时间，看你一副咸鱼的样子，这个月奖金是不准备要了吗？哎，徐总，我是在闭目养神，如果不养精蓄锐，突发状况的时候正赶上萎靡不振，我怎么保证徐总您的安全呢？强词夺理，满嘴跑火车。慢走不送。哇塞，轩哥，你居然敢和徐总这么说话！如果是我啊，估计早就被开除8回了。那当然，我都说了，只要保证他的安全，做什么他都不敢把我怎么样。哇，下班了，咱们去食堂吧。嗯。嚯，最近食堂的饭跟枪子似的，真硬啊。那可不，做饭阿姨是女的，肯定不会像咱们喜欢吃软饭。轩哥，你可真幽默啊！哇，看那是谁啊？哎，那边，快看！妈呀，好帅啊！哎，那不是朱少爷吗？听说和徐总是青梅竹马。对，我也听说了，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吧？嚯，是有钱人看上去就是般配。那你看，他上去找徐总了。哼，这个家伙。嗨，静儿，好久不见了。朱清阁，好久不见呀！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小静，送你的。虽然花很美丽，但是不及你的千万分。什么玩意儿？大庭广众之下送花？清哥，抱歉，我不能收。小静，我对你的心永远都不会改变的。这么多年了，会一直爱着你。抱歉，我真的不能接受。我还有事，先行一步了。这家伙一直看我好戏是吧？叶璇，不要去招惹他。别站着看了，该干嘛干嘛去。没事做就去巡逻。喂，这是我的午休时间啊，资本家。哇塞，轩哥，你刚才的表情好像要吃人呢，千万别冲动啊，万一打起来了，朱少爷可是股东的儿子。放心，这种货色还轮不到我出手，他也就是个仰仗家庭的草包少爷罢了。走吧。什么声音？站住！你谁啊？这边是总裁办公区域，闲人免进。小伙子，新来的吧？我是朱青，不知道的话可以问问。你们队长是谁？赶紧给我让开！抱歉，我是特卫，我只知道没有总裁的允许，谁都不能进去，请不要为难我，否则我只能把您请出去了。妈的，狗眼看人低！信不信老子让你连做看门狗的资格都没有？那还真是抱歉呢。既然没有总裁的允许，那就慢走不送喽。妈的臭保安，给我等着！哼！轩哥，这家伙真是个讨厌鬼。嘿，我说铁柱，你这样做不怕被开除吗？我们特卫直接听命于总裁的，没有总裁的命令，谁敢开除我？再说了，徐总明显也不怎么待见他呀。嘿，小伙子，这意识这操作可以啊。我打电话给徐总了，他让我直接进去。我可没听到电话。进来吧。听到没？下次机灵点儿。哼，这个家伙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。哟，
轩哥，你这就有点儿……叶轩，心雨，你怎么来了？总裁说朱青非要到公司找他，让我到办公室帮他避嫌。真是的，这种死缠烂打的真让人讨厌。那你快进去吧，工作要紧。哼，工作，我染头发你也没发现，有空我就来找你。嘿嘿，没问题。轩哥，真羡慕你的总裁秘书，什么时候都被你拿下了。嗨，我跟他也就见面互相聊几句，哪有什么拿下一说。我这种纯洁的好男人，还在等着被富婆招婿呢。话说回来，这个朱青看到心雨进去，居然还不知趣，脸皮可真够厚的。唉，真想把他给揪出来。小静，我对你的心意是不会改变的，我会一直追求到你答应我为止。哼，铁柱，这家伙像是记恨上你了。啊？不至于吧？这几天上下班注意安全，有事千万要告诉我，知道吗？轩哥你放心。星宇，你说怎么有人让人这么讨厌呢？可他身份特殊。哎，徐总，我有个馊主意，不知道能不能行？说吧，馊主意比没主意要好。徐总，你找个男朋友，朱青就应该死心了吧？男朋友在身边，他应该就知难而退了吧？可我总觉得他不会善罢甘休，何况他为人阴险。那就找个能应付得了他的狠角色。算了，星宇，谢谢你的帮忙，我再想想其他办法。你先去工作吧。叶轩，你这个样的上班，就不怕被开除吗？昨晚落枕，站着很痛，所以坐一会儿。我跟总裁请示过了。对了，刚才朱青在办公室干嘛来着？他啊，缠着让徐总多他女朋友，嫁给他之类的，这人跟莎士比亚似的，诗词比喻一套一套，练得要命。徐总又不好得罪他。哎，对了，你这个星期天有空吗？应该有空。有什么事情吗？现在不方便说，到时候我联系你，你直接过来就行，好不好？行，我有空就去。找别人做男朋友，老爸知道肯定会生气。哎呀，怎么办才好呢？只能找叶轩谈谈了。叶轩，你进来。哎，静静，叫我进来是想我了吗？是啊，人家想你了。救命！你是中了降头吗？这副样子让我很不踏实啊。朱青今天这样疯狂的追求我，你就没点反应？这语气才是熟悉的感觉。嘿嘿，我没反应啊，因为无所谓啊。少给我嬉皮笑脸的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。什么事儿啊，这么严肃？朱青的爸爸朱厚德是跟着我爸一起打天下的公司元老。朱青和我的年岁差不多，我一直当他是哥哥。高中的时候，他开始追求我，我一直拒绝。后来他留学了，我以为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。可没想到现在他留学回来，行为变得更加变本加厉。那我该怎么办？把他暴打一顿，让他再也不敢来见你？你就怎么只想利用暴力解决问题啊？那你说有什么办法？你是我的未婚夫，不管我承不承认，这都是不可改变的事实。我希望在这个时候你站出来。那个朱青一看就不是个正常人，你就不担心我被他做掉？喂，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。你既然是我的未婚夫，那就有保护我的义务呀。再说了，这种男人你不帮我赶走，难道让我自己动手吗？真是说不过你。帮你赶走他没问题，不过你对我也没尽到未婚妻的义务啊。再说了，让人做白工一点好处都没有，像话吗？那你想要什么好处吗？这样吧，每天早上都给我一个早安吻。你要是不愿意，我主动也可以。你想得美，臭不要脸！
喂，别骂人呐，可以讲价的嘛。换成爱的抱抱也不是不行啊。不可能。那拉一下手手？不行。叠词，你真的恶心心哎。那每天对我笑一下总可以了吧？成交。我操，这么干脆，好像上当了。果然是商界女王，砍价的压迫感都十足啊。叶轩，下班了，和我一起去停车场。静静，送给你。不知道我有没有荣幸和你共进晚餐？抱歉，秦哥，我今晚还有其他的事情。哎，叶轩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糟糕了，总裁叫我有事儿呢。下班了你还不回去？啊，正好想找你晚上一起吃个饭呢。我等你忙完吧。哎呦妈耶，这下完犊子了。叶轩，愣着干嘛呀？快去开车呀！好。哎妈，姑奶奶，还站在那边等我干嘛呀？总觉得怪怪的。妈的，我朱青什么档次？难道连那个臭保安都比不上吗？美女，我是朱青朱厚德的儿子，有没有兴趣和我一起吃个晚餐？抱歉，没兴趣。是我，什么事？那杀手已经出现了，小弟刚向我汇报，我现在就赶过来。你不用过来，他已经盯上我了。静静，坐稳了，等下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都不要慌张，知道吗？我操，这是什么操作？老子还不信邪了！静静，你待在车上，车锁上，没有我的允许不准开门。叶轩，千万别有事啊！小子，这可是你自寻死路了，等着变成肉饼吧！可恶，我的腿！老子一定要把你脑袋打爆！有动静，这小子肯定想绕过来偷袭，是从哪边呢？上面，去死！衣服，完了！放弃吧，你腿受伤了，右手也断了。是谁派你来的？跟我去警察局自首，我就饶你一命。笑话，老子接任务就没怕过死。太有骨气，可不是什么好事情。动手吧！觉悟挺高，但是，我可不想脏了我的手。站住！不许动！把手举过头顶。糟了，警察这会子怎么来了？我得赶紧给爸打个电话。事情就是这样。抱歉，徐先生，我这就联系分局的人，我们接到举报才派人过去的，完全是程序需要。可以给你们廖局打电话，我相信他知道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好，我这就联系廖局，您稍等。是，我这就去放人。廖局。叶先生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让您受惊了，都是我们没有调查清楚，还希望您不要计较才是。没事，都是公事公办而已，你不用在意。叶先生真是大人有大量。叶轩，原来你在这里啊！你好，我是区局的肖英。好的，那后续就麻烦你了。叶轩，没想到那个杀手真去找你了，我以为他会消失来躲避追捕呢。我也没想到他会这么快来找上我。
这家伙当时手里居然有枪，差点就被他崩了。我反击纯粹是为了保命，可别把我当成坏人哈。不会不会，我们应该奖励你才是，帮我们把犯罪嫌疑人缉拿归案了。那我可以走了吗？没问题，做个笔录就好。跟我来。叶璇，这就是你舍命保护的总裁大小姐吧？是的呢，我就是这位叶璇的 boss， 叫我许静就好，警官小姐。我太难了。啊？喂，老大。暗影，最近情况怎么样了？最近一段时间，龙虎帮经常有混混来酒吧闹事，都被我解决了，一帮喽啰而已。一直这么耗着，没人找你交涉？暂时没有，不过我最多也就等他们2天。如果他们继续这样，我可没什么耐心了。有需要帮忙的话，我可以叫几个兄弟来支援。老大，你也太关心我了吧？放心，有必要的话，我肯定会给你开口的。不愧是老大，有了未婚妻，也没忘记咱们这群光棍兄弟。少自作多情，只是不想看你在中海出事罢了。先挂了，有事再联系。芋泥香素芽，您的菜齐了，请慢用。别光顾着吃啊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小弟天天都去闹事儿，他们的生意已经做不下去了。不过，他们似乎并没有想妥协的意思。龙哥，这事情真的会和暗影有关系吗？我说子龙，你是越混越回去了是吧？我们龙帮的人做事情还要看证据。黑龙就这么死了，我们不该给他报仇吗？飞龙，你先别激动，我觉得这事儿处处都透露着诡异，而且林家栋那个老狐狸还在中间推波助澜，我看这个事情并不简单。黑龙这些年得罪的人不少，但能真正动手的还没几个。再说叶轩和暗影都有不在场的证明，这不是几十年前，不要动不动就打打杀杀的。龙哥，那黑龙的仇就不报了？别急，现在林家栋比我们还着急，他儿子成了植物人，他现在巴不得我们早点弄死叶轩。我龙啸天可不是省油的灯，想把我当枪使，盘算打得真好。还有，让人去暗中调查这个事情，如果真的是暗影做的，我不管他什么来头，我都要让他偿命。喂，叶轩，我被开除了。小雨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叶轩，这是忍住，我可不能对不起静静。好了，别伤心了，说吧，怎么回事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今天刚上班，领导说我已经被辞退了。我问领导为什么，他也不说。这样啊。走，我带你找那个领导问问。叶轩，我知道你现在已经是特位了，也不是我不给你面子，但是这件事情并不是我做主的。哦，那你直接告诉我是谁下的命令就行了。是人事部的副部长马玲亲自通知我的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小雨，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会儿，我去问一下情况。好。
就是这儿了。哼，我是30楼特卫叶轩，找马林部长有点事。好。哎呀，朱少爷，你好坏啊！朱少爷，我这有点事儿，等会儿给你打。好你个朱青，老子不来找你麻烦，你倒来找我麻烦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你是什么人？怎么进来的？你不用管我是谁，你现在马上打电话让孙小雨回来上班，否则我不保证你还能在这个位置上继续做下去。孙小雨不适合集团的工作，我让他离开又怎么了？你凭什么在这里废话？是朱青吩咐你开除他的吧？竟然直呼朱少爷的名讳，这人到底什么来头？既然你知道是朱少爷下的命令，我劝你还是不要多管闲事，免得把你自己也搭进去。我再说最后一遍，马上打电话让孙小雨回来上班，否则后果自负。喂，你这是在威胁我吗？准备好收拾东西滚蛋吧，贤静集团不需要你这种人。哼，你可以试试，而且我告诉你，孙小雨这辈子都不可能回贤静集团上班。别这么急着下结论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静静在忙什么呢？说了你也不懂，有事快说，别磨磨唧唧的。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想你了，就进来看看。你工作这么辛苦，让我这个未婚夫好心疼啊。不过，要不要我帮你按摩放松下呢？很舒服的。打住，有事说事，别想占我便宜。如果你敢靠近我的话，我马上让刘铁柱轰你出去。好好好，说正事说正事。这女人太聪明了，果然不是件好事儿。其实就是你那青梅竹马的哥哥，让人把孙小雨给开除了。哦，然后呢？喂，你就没什么想要表达的吗？我没什么要表达的呀，开除就开除呗。怎么，舍不得？如果你不管，那我只好找许叔来管一管了。我相信他会很乐意帮助我的。再说了，孙小雨还不是因为你才被开除的。你无耻！说吧，你想怎么做？这种人不配在集团上班，否则总有一天集团会被这些人搞垮。让孙小雨回来上班，开除人事部马玲。也确实不能让他们再胡来了。正好趁这次机会，好好整改一下内部。你放心好了，我会安排人去做的。你可以走了。给大爷笑一个先。去死！怎么和说好的不一样？不是答应我每天笑一个吗？你这是违约呀！好像还真是这样哎。对不起啊，我忘记了。这下满意了吧？满意。要是你天天都能这样的话，我不知道会有多高兴呢。静静，那我先走了。好想再睡会儿啊！是李新宇的信息。反正静静紫薇在家也没有危险，去看下有什么事儿。金宇，你今天真漂亮。啊，谢谢。啊？怎么都是些中老年人的保健品？说吧，我们去哪里？我们去临江镇。那坐稳了。叶大哥，对不起。
等下我要是告诉你请你来做什么，你千万不要怪我。金宇，我把你当成朋友，自然不会怪你了。你说吧，要我帮你什么忙？叶大哥，是这样的，我今年24岁了，一直没有男朋友，家里面的人一直催我找一个男人嫁了。最近我爸妈没经过我的同意，就帮我找了个相亲对象。今天就是约定见面的日子，我家里面的亲戚全部都要来。不会又要假扮男朋友吧？难道我真是假扮男友专业户？你的意思是让我假扮你男友，这样你对家里也有交代，让你的相亲对象不再来找你了？没错，叶大哥，是这样的。如果你不帮忙的话，我今天还不知道怎么办呢。来都来了，我还能够不帮忙吗？再说了，能够为心雨这样的大美女服务，那是我的荣幸啊。叶大哥，谢谢你。叶大哥，你带上这个，等下我爸妈和那些亲戚说了难听的话，你千万不要在意。总之，一切我来应付就行了。就是这里了。叶大哥，等会儿你直接把保健品递给我爸就行。哦，我回来了。新宇，你怎么现在才回来？人家小郭已经来了有2个小时了。伯父好，这是给你买的保健品。新宇，他是谁？让你回来相亲，你搞什么？爸，这是我男朋友，之前忘了跟您说，今天正好带回来给您看。伯父，我叫叶轩，冒昧前来，真是不好意思。穿着简单朴素，八成是个穷小子。哼，既然来了，那就进来。叶大哥，你不要介意，我爸这人就是这样。没事。走吧，我们去沙发上坐会儿。好。新宇 ，Hello， 我叫郭峰，你真漂亮，见到你很高兴。见到你，我一点都不高兴。哼，走着瞧，等老子上了你，再把你抛弃，你就知道今天说这句话的后果了。最后一个菜好了，吃饭了。新宇，你过来和小郭坐一块儿。这是郭峰，是我给你找的对象，我和你妈都很满意，你们好好相处，争取过完年就完婚啊！爸，我什么时候让你给我安排对象了？我早就有男朋友了。就他。新宇，有些事啊，你还是听爸爸的，我们要为以后考虑，知道吗？我看他那样子，怕是连自己都养不活。对呀，新宇，我们女人要为自己考虑。他这样的男人，基本一无是处，和你不合适。他这样的男人能给你幸福吗？和他在一起是没有结果的。放弃这个男人吧，之间是不可能的。赶快分手吧！够了！我找什么样的男朋友和你们有什么关系吗？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新宇，我们都是为你好，你居然对我们发脾气！不管怎样，我们都是你的长辈。哼！轩大哥，你先吃饭吧。小伙子，虽然我不知道你究竟是什么人，